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38期。在上期节目里介绍了一款天元发行的游戏，也提到了它是雅达利旗下的子公司，是雅达利 Games 为了发展家用游戏市场，在1987年专门成立了。天元这家公司算是发布未授权游戏的先锋主力，最开始他们还是遵守任天堂的授权政策的。本身雅达利在街机上也有着丰富的积累，大量的资源可以移植到 NES 上，但高昂的卡带制造费用、发布数量和任天堂对游戏内容的控制造成了诸多限制。虽然当时雅达利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它也不是吃素的。一方面自己秘密开发了兼容芯片，在88年底开始公开发售未授权的 NES 卡带，另一方面以垄断市场为由将任天堂告上法庭。任天堂后来也用专利侵权诉讼进行了回击，法院最终认定天元违反了专利法，未授权游戏强制下架，公司也于90年代初退出了 NES 市场。任天堂虽然胜诉，但也为之后授权政策的改变埋下了伏笔。回到游戏的介绍，今天接着来看88年7月发布的作品。生化尖兵，又翻译为西魔复活，卡普空的动作射击游戏。这两个翻译名分别对应了美版和日版的原名，美版的直译是生化突击队，日版是希特勒复活最高秘密。1987年3月推出街机版，而登陆红白机后，系统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版的故事是在1988年，纳粹德国的绝密文件被发现，揭示了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信天翁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帝国陆军的怀斯曼窃取了绝密文件，联邦军派英雄超级乔去夺回文件并阻止计划，但他被抓走失联。超级乔是卡普空另一款游戏《战场之狼》的主角。之后联邦军又派出了本作的主角拉德执行任务。美版的故事设定里将敏感的角色名和图形做了替换，希特勒的名字也被 Master D 取代。开始一段剧情后，在一个大地图上显示很多的区域都用数字表示，可以自由的选择。白色区域进入后会开始战斗，红色为中立区域，这里不用战斗，但如果开枪攻击会被其他的士兵追赶。敌我双方的人物都会出现在中立区域，对话获得信息，也能得到一些物品，还会碰到大反派怀斯曼。进入战斗的区域，先准备本关携带的武器和物品，随着游戏的推进，种类也会增加。战斗中最大的特色就是主角不能跳跃，而是通过向不同方向发射钩索、伸缩以及摆荡来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移动。来到通讯室和我方通信或者窃听，可以获得有用的情报。消灭敌人有时会掉落子弹形状的绿头物品，获得一定数量后，画面左上方会出现绿色的圆点，表示人物增加的生命值，每一点可以多承受一次伤害，但还是会有陷阱这类祭死的情况。有时也能从降落伞的箱子里获得补给。大部分区域的目标都是击破一个中枢核心，后面的区域里来到中枢核心还要面对不同的 BOSS， 过关后获得新的武器或道具。如果在大地图上我方的直升机和敌方的卡车接触，就会进入遭遇战。在这里是一个类似战场之狼的俯视角战斗，敌人掉落的老鹰徽章能增加续关的次数。游戏里的流程，救出超级乔后还得面对复活的希特勒，干掉他之后得在60秒内脱出，游戏通关。应该说这部作品再次体现了卡普空动作游戏的实力，针对独特的钩索玩法，不同的区域关卡的设计和特殊的操作搭配得相当好，玩起来很有意思，但难度也相当的有挑战性，特殊的方式并不容易上手，所以这个游戏还是比较挑人的。除了主体的动作部分，对话和故事的情节穿插丰富了内容，并且很自然地提供有用的信息，还有生命值成长和物品收集这些元素。不同武器和辅助物品的平衡性略有不足，个人评价4颗星。相聚一刻 Both Tech 的一部漫改作品，改编自高桥留美子的同名恋爱喜剧漫画。1980年到1987年连载于小学馆的 Big Comic Spirits。漫画主要描述了居住在一客馆的房客、大学落榜生5代玉作
和年轻守寡的管理员樱无祥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周围人们的生活。86年和88年分别推出了动画和剧场版，2007年还拍了电视剧。游戏是移植的，最早1986年发布在电脑端，属于文字冒险类，大的主题和漫画一致，也有些原创的内容。玩家扮演的是五代玉座，他要发现祥子隐藏的秘密，实际上是女主角小时候的裸体照片。在系统上，可操作的指令选项出现在屏幕的右侧，通过指令可以选择进入不同人物的房间或者其他的场所。动作的指令选项也会根据情况发生相应的变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和其他人谈话，也有一些解谜。为了发现秘密，要反复的进入祥子的房间。随着剧情的发展，在这期间会不断的出现其他的人来打断他们的二人世界，并触发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坏结局。整个的流程并没有多长，中途可以通过主角上厕所的方式保存游戏，去超市买东西，还有和福星小子的联动。作品的故事内容很不错，适合休闲放松游玩。同时期还有一个 PCE 的版本，画质和音效要强上不少，因此红白机的版本当年热度也不高。如果现在体验，这个版本也不是最佳的选择，个人评价2星半。凯伊历险记，在第6期节目里介绍过南梦宫的一款游戏迷宫塔。街机版的迷宫塔是1984年发布的，由此也衍生出了一个叫做巴比伦城堡传奇的系列作品。这个系列总共有4部正统加上5部外传性质的作品。第一部就是迷宫塔，第二部伊什塔尔的复活1986年发布，没有登陆红白机平台。本作凯伊历险记是第3部，远藤雅生依然担任设计师，由他当时所在的 Game Studio 负责开发。从故事的时间线上，本作是迷宫塔的前传。苏马尔帝国入侵巴比伦王国，夺走了象征和平的蓝色水晶棒，并建造了高塔。塔的影子挡住了蓝水晶魔杖的光芒，被封印在魔杖中的恶魔德鲁阿加复活。巴比伦王国的守护神伊什塔尔赐予女祭司凯伊一顶魔法王冠，并令她夺回被盗的蓝色水晶棒。总共100个关卡，每关的目标是在画面右上方显示的倒计时内拿到钥匙，然后进入通往下个场景的门。游戏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操控，主角是祭司的设定，他没有武器，无法伤害任何的敌人，唯一的能力是冲刺和跳跃。只要按住跳跃键，就可以像漂浮起来一样无限上升，但如果与天花板接触或冲到墙上会撞到头，凯伊会竖直掉落并昏迷几秒钟。每个关卡里都有宝箱，道具包括了在空中飞行的翅膀，抵御一次伤害的保护屏障，增加或暂时停止时间的钟表，还有清除特定的敌人，或者可以传送跳关的道具。这些道具只能在获得的关卡内生效，过关后效果消失。当到达第60关时，找到蓝色的水晶棒，之后发生剧情，被恶魔德鲁阿加变成石头。这里的剧情就和迷宫塔的开头故事联系上了。迷宫塔里的王子吉尔加美什前往高塔拯救凯伊，之后会播放制作人员的名单和通关画面，但实际上游戏到了这儿还有新的内容。在开始画面选择继续游戏，会从第61关开始，完成剩余的40个关卡，还有特别的结局画面。这部作品的游戏系统与雅达利1983年开发的街机游戏 Major Havoc 非常相似，在制作名单中也感谢了 Major Havoc 制作团队。基本上游戏的精髓就是围绕独特的跳跃和漂浮的手感进行精细的控制，掌握这种方式并适应惯性，从而获得操作上的乐趣。玩法上还是不错，内容单调了些，个人评价3颗星。天堂与地狱，东海发布的一款平台跳跃动作作品，日版的全名翻译应该是挂布君的跳跃天国与速度地狱，由当时日本著名的童星向良健治代言，也是按照他的形象设计的游戏主角。挂布君是他的艺名，名字的由来是他善于模仿当时的职业棒球选手挂布雅之。2年后还发布了美版，游戏名叫库尔小子，主要的区别是美版里的角色少了一个棒球帽。突然想到小时候的粟米条零食广告，
里面有一句广告词：戴帽子的卡路叔叔才是真的。故事是主角挂布军前往非洲度假，飞机意外坠落到波科诺科利王国，国王把他当成从天而降的勇者，请他收集7种草药为国王治病。在玩法和关卡的设计上，本作基本上是模仿超级马里奥，像马里奥一样通过跳跃踩踏敌人来攻击。开始后还能获得一个毛茸茸的生物背在背上，它叫微奇菌，也是攻击武器，把微奇菌扔出去击中敌人，同时还能阻挡一次敌人的攻击。场景是横向滚动，但在垂直的方向分成上下2个屏幕，到达屏幕的边缘会上下切换。主角也能像马里奥一样加速冲刺，冲刺可以快速通过一些连续的小陷阱，还能蜻蜓点水般在水面上弹动几下，但得抓住机会跳起，否则就会掉入水中。场景里有很多的草丛，快速的冲过去有时会出现道具，如果在关卡里找到隐藏的钱袋，过关后得到抽奖的机会，转动转盘到了主角的头像获得奖命。总共7大关卡，每个关卡又分成了3个小关，目标是到达终点过关。在第3小关末尾会有一场 BOSS 战，击败 BOSS 的方式是反复踩打气筒或者踩他的头，每击败一个 BOSS 获得1种草药，通关后获得全部的7种。画面左上方的计时影响最终的结局，用时越短结局越好，超过3个小时国王不治而亡。最好的结局是又获得财富，又得到公主，还能得到国王权力的承诺。这部作品在卡通的画风下难度却相当的大，它也充分说明了游戏不是做得越难就越优秀。过多的陷阱，敌人刻意的摆放位置，加上不合理的平台，构成了整个的关卡设计。操作上，主角从慢到快的加速过程不好控制，有些场景太慢或者太快都会落入陷阱。上下分割的滚动屏幕也很影响游戏的体验。设计者的意图原本应该是想制作一款具有速度感的作品，但好像用力过猛。个人评价2星半。Konami 冰上曲棍球，科乐美发行了一款体育游戏，没有再使用 Exciting 系列的名称，这是红白机上第3款冰球作品。1987年发布街机版，移植到红白机上首先发行了磁盘版，同年12月发行美版卡带，2年后发行欧版。NES 版的名字是 Blades of Steel 钢铁之刃，可以单人或双人游戏，又分成表演赛和锦标赛，有初级、大学和专业3种难度级别。可选的队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几个城市，总共8支队伍。表演赛是单场赛事，而锦标赛里8支队伍进行淘汰赛，争夺奖杯。在游戏内，进攻时 B 键传球， A 键射门，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2个球员为了抢球连续发生碰撞，会变成打架斗殴，直到一方的球员被击倒。这里不会有犯规的惩罚，打赢的一方拿到球继续进攻。比赛分成3节，每节游戏内的时间是20分钟。后发行的 NES 版本增加了一些内容，加入了合成语音，让比赛的氛围显得更热闹。当多次碰撞触发打架的时候，会切换到专门的对战画面，这时 B 键出拳， A 键格挡，结合方向键还能打出直拳和勾拳。上方显示血量，输的一方会被罚出场一段时间，形成多打少的局面。在2、3节之间的休息时间段，会有一个迷你的小游戏，和科乐美的其他游戏进行联动，或者是一只熊将冰球打入网中的科乐美广告。这部作品的街机版在北美发布后大受欢迎，红白机的磁盘版砍掉了很多的内容，后发行的 NES 版本和街机更加的接近，精华的打架部分和迷你游戏都有体现，更有游玩的价值。冰球比赛本身的操控手感也不错，个人评价3星半。彩虹岛游戏还有个副标题，全名是彩虹岛泡泡的故事2，因此它是被定义成泡泡龙的续作。红白机版的初代泡泡龙在第28期有介绍，本作最早也是发行的街机版，在1987年发布。红白机上有日版和美版，此外其他的主流平台大部分都有移植，还包括 PCE 和后来的 MD 版本。初代泡泡龙的结尾，2个主角从恐龙变回了人类，于是本作中2个主角芭比和波比以人类角色出现，
他们要击败暗黑魔王，并营救彩虹群岛和村民。在游戏里不断向上行进，画面会向上滚动或者切换屏幕。主角能释放彩虹，可以用它作为攻击的武器，也能当作临时搭建的平台在上面移动，以及用彩虹来收集物品。如果站在彩虹的上方跳跃，或者在下方跳跃接触，会让彩虹垮塌。将敌方的角色包裹在这道塌陷的彩虹当中，也能消灭敌人。用这种方式消灭敌人，能获得不同颜色的小钻石。钻石的颜色取决于消灭敌人的位置。收集这些小钻石能让画面左侧的英文字母逐个显现，在一个大的关卡里，所有的字母都显现出来，组成彩虹的英文单词 Rainbow。 过关后会获得一个大的钻石。游戏总共有8个主题世界，最后一个是隐藏关，出现的条件是前7个主题世界都获得大钻石。每个主题世界又由4个小关组成，在第4小关需要击败 BOSS。 每通过一个主题世界，中间会穿插剧情，通过剧情选择是对话获得宝箱。如果选了宝箱，有可能获得道具。增强的道具主要是增加移动速度的鞋子，同时发射2道彩虹的药水瓶，魔法羽毛增加一个协助攻击的小仙女，还有像拥有无限跳跃的魔法书这种永久提升的道具。在游戏最后的故事剧情里，有3个选项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选择最后一个救出村民是好结局。这部作品相比街机的原版，红白机版阉割了一些内容，关卡数量减少，道具和分数系统做了简化。虽然也有自己的隐藏元素，但总体上丰富的程度相比街机差了很多。基本的元素还在，不同的主题以及其他游戏的联动也体现得不错。个人评价3颗星。热血高校躲避球部 Technos 发行的一款躲避球游戏，是热血国服军系列的第2部作品，也是从街机移植而来。街机版1987年发布，来到红白机上先发行了日版，4年发布美版。NES 版的游戏名改成了超级躲避球，主角和队伍也做了替换，还是以日版为主介绍。本作里国服军要带领热血高中的躲避球社团与其他的队伍进行比赛，并击败全世界的对手。开始的3个模式，单人的远征模式、双人对战和一个俱乐部模式，还有3种难度可选，分别对应白天到夜晚。在俱乐部的模式里，通过扩展连接手柄，能实现最多4人同时游戏。热血高中的6名队员同时参与，击败其他的全部成员获胜。单人远征模式相当于故事模式，热血高中要面对不同的对手，首场对阵花园高中。开赛前决定3名场内队员和其他3人场外的站位，我方和对方的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属性值和特性。画面上方显示场内6个人的血量，用球击中对手，将对方场内的全部3人血量耗尽即可获胜。进攻时 A 键传球， B 键扔球攻击，防守时 A 键蹲下， B 键接球，同时按 AB 键跳起，连点2下方向键跑动。当角色生命值较低时会出现疲劳状态，呼吸急促且一段时间毫无防备，充分利用对手的疲劳和避免我方疲劳是很重要的。通过冲刺和跳跃，在合适的时机能投出 nice shoot。 另外也少不了热血游戏里的精髓，不同的角色拥有5花8门的必杀技，触发后呈现各种特效。在首场击败花园高中后，后面环游世界面对7个不同的国家，比赛场地也会根据国家的特点而变化。如第2个英国在泰晤士河边，能看到伦敦桥；印度有泰姬陵，还有些场地具有特殊的效果，像冰岛的场地在冰面，移动时会打滑。最后和美国队战斗时，如果没有损失队员的情况下获胜，还会迎来迷之影子队，能力和热血高中队员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在 NES 版本中，故事的主角变成美国队，首场的对手是职业全明星队，最后击败苏联，再面对影子对手。在热血的体育系列里，这算是第1个作品，不同人物角色的特性和丰富多样的必杀技成为游戏的亮点，也成了后来热血体育系列的特色属性。红白机的版本修改了街机原版的一些规则，可以4人同时游戏，也是红白机上的亮点之一。最大的问题是闪烁相当严重，
这个问题在 FC 上的整个热血系列的其他游戏当中也多少会有，放在当年是没得选，但现在如果游玩，有更多的可选版本。个人评价3星半。飞龙之拳2：飞龙之翼，文化大脑发布在红白机上的飞龙之拳系列的第2部。第一部《飞龙之拳：奥义之书》是1987年2月发布的，在第18期节目里有介绍过。在上一作当中，击败了邪恶组织龙牙之后，已经过去了4年，主角龙飞一直在刻苦修行。一天，他意外获得了一颗神秘的宝石，得知自己是很久以前封印邪恶大魔神的英雄龙天大圣派来的龙战士之一。为了阻止大魔神的复活，主角要再次挑战包括龙牙在内的黑暗势力。开始的界面有3种模式，第一种动作模式是常规的，第2种动作 RPG 模式，故事内容和常规模式相同，区别是在 1v1 的战斗时采用了选择指令的传统 RPG 方式。第3种 VS 模式就是只玩 1v1 的格斗，选择常规的动作模式后，还可以选2个难度级别，前作中基础的动作元素和心眼系统延续下来，并增加了经验值和等级。左下方 L 表示等级，后面是生命值，下面一行是 1v1 战斗时敌人的生命值。横向卷轴的场景里， B 键出拳， A 键踢腿，方向键上跳跃，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移动和探索，并找到必要的特殊物品，与一些人物对话获得信息。达成条件后 BGM 会发生变化，找到场景里的 BOSS， 横版战斗获胜后还没有结束，会切换到 1v1 的格斗模式，和前作相同的心眼系统，分为上中下3段攻击，敌方的身体部位出现红点时，结合方向键攻击对应的部位，主角身上出现红点时，对应的方向键防御该部位。随着成功的攻击和防御，下方的 KO 点数累积到100能释放必杀技，获得的圣水用于回复生命值。如果在横版的场景里 KO 点数达到100，攻击的同时能释放斗气，受到伤害的话 KO 量表就会减少。主角完成训练的剧情后，学会变身的技能，穿上一身蓝色的盔甲，变身状态下 KO 量表达到100还能用法力攻击。之后伴随着故事情节，在横版的场景获得信息和找到物品， 1v1 击败 BOSS 的模式循环推进。往后有4名同伴加入，也就是其他的几个龙战士。横版的场景里还是只能使用龙飞，但在 1v1 的战斗中，同伴可以登场。不同的角色变身后的法力攻击不一样。到了世界格斗大会的部分，以特定的方式击败龙牙的成员，他们会暴露自己的身份，然后在人群看不到的结界当中进行战斗。在和魔兽以及最后的大魔王战斗时，变成像勇者斗恶龙的第一人称形式，使用指令战斗，敌人的图形会移动。这部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相当的丰富，在继承前作优点的基础上，讲述故事占比更大，剧情也很饱满，增加了同伴角色，龙战士有5个人，还能变身穿盔甲，是我们熟悉的感觉。核心的 1v1 战斗，心眼系统加上了不同人物和变身，更加的多样化，还有 RPG 的指令模式。可惜的是，横版部分依然不好，而且比前作更差，人物只能按上键垂直跳起，在空中才能横向移动，不能直接斜向跳跃，本身操作的手感就不好。加上这一代里横版场景可以自由移动，增加了不少平台的跳跃，使得动作的缺陷变得更加突出，从而拖累了整体的水平。个人评价3星半。大坦克 SNK 的一款射击游戏，根据1985年街机版的坦克进行了改良移植，有日美欧3个版本，都是同一年发布，日版和美版发售时间差不多。NES 版的名字是钢铁坦克诺曼底入侵。日版的故事是2战末期，德国濒临崩溃，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得知柏林正在建造一个巨大头脑 Think Tank， 他找到大家熟悉的拉尔夫，先行在诺曼底登陆，摧毁 Think Tank。NES 版里主角的名字换成了保罗，代号为蛇，纳粹相关的敏感图形也做了替换。游戏以俯视角呈现，一开始驾驶坦克在海滩登陆， B 键使用机枪攻击， A 键发射主炮，同时按 B 和方向键调整主炮的8个方向。小兵可以直接碾压士兵，增加一点画面左下方坦克的生命值。
场景里的道具基本上都是不同字母的方块，字母 V 提高射击的速度， F 是穿甲效果，穿过墙壁和地形击中敌人，伤害加倍， B 是爆炸弹，子弹到最大射程时会爆炸，伤害也加倍， L 提升攻击的射程，字母 E 和 R 分别是回复部分和全部的生命值，问号道具比较少见，摧毁屏幕上的敌人，所有的升级强化需要激活才能使用，按下选择键打开菜单，会显示各属性强化的量表，变成红点表示为激活状态，使用后量表会被消耗，听到无线电声音时，在菜单中接收无线电的信息，同时菜单的作用还能开启自动加油。右侧的大地图显示行进路线和当前的位置，从地图上可以发现有多路线的分支，这也是游戏的特色之一。场景里如果到达多路线的地点，有路牌的提示，有时营救了我方被俘虏的士兵，它也能提供一些情报。虽然有多个区域的关卡，但关卡并不是分段的，消灭 BOSS 后直接来到下个区域。敌方的 BOSS 基本上是巨型的坦克、大炮、堡垒、飞机这些强力的武器。作为一款战车的射击游戏，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碾压士兵回血的设计，为了鼓励这样的操作，能增加战斗的爽快感。强化的道具、手动激活和消耗量表，增加了一些策略性。BOSS 的设计也都不错，坦克的操控有些笨拙，敌方的杂兵种类比较少。个人评价3颗星。三国志中原的霸者，南梦宫出品的三国策略游戏，这也是红白机上首款三国题材的策略作品。光荣的三国志3个月后才登陆到 FC。本作还有双人模式，能选择2个君主。进入游戏后，选择君主的方式都是通过回答问题进行性格诊断，根据回答的不同决定选择的人物。除了刘备、孙权、曹操，还有刘璋、马腾和袁绍。从2000年的1月份开始，每个君主轮流执行策略，每回合是1个月的时间。执行指令要消耗命令书，每回合可以用的命令书数量和拥有的城池数量相关。用箭头的光标选择我方的城，按 A 键下方会出现4个指令图形。第一个城的图形，在这里进行调查、移动、搜索和开发等指令。搜索要安排武将执行，可能会找到在野武将、物品或者金钱。开发指令是做内政，可以提升土地、商业和人口的数值。第二个仓库图标，在这里运送金钱和物品到不同的城，赏赐给武将和百姓提升忠诚度和治理水平，或者给其他势力送礼。第三个士兵的图案，花钱补充兵力或者出兵打仗。最后一个城镇的图案，铁匠铺购买武器，学校提升武将的智力，以及治疗受伤的武将和卖出物品。在城池上按 B 键能查看城内的武将信息。武将的属性包括了生命值、武力、智力、仁德和忠诚度，还有武将擅长的地形和兵种分配。在战斗模式下，每个武将的部队用一个方格表示，选中后消耗机动力执行指令，机动力的数值可以转节。不同的地形会影响移动以及计策的成功率。根据智力的高低可以使用不同的计略，共有8种，从最简单的火计到需要80点智力才能使用的笼络之计。阵型选项更改部队的队形排布，在与敌方部队接触触发战斗后会体现。接触攻击敌方部队后切换到专门的战斗画面，这里类似一种半自动的计时制，只能对每个部队下达简要的前进、后退和待机的命令。武将是单独的一个部队，击败武将是战斗的关键。当双方武将接近后，还有1对1的单挑模式。战场上如果消灭敌方武将，对方就会挂掉，可以将他包围然后俘虏。作为一款策略游戏，这里只能简单介绍最基本的玩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内容比较少，虽然只有6个君主，没有完全按照历史设置，缺少剧本，参数也很有限，但在策略游戏里上手门槛算是比较低的，系统并不复杂。相比于军事，内政不是特别重要。79以下的武力和智力属性可以成长，在整个的游戏规则下更偏重战斗和策略性，熟悉了之后能玩出很多奇特的打法。本作虽然还有些设计的问题，但在之前的独眼龙正宗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霸王的大陆打下了基础。
个人评价3星半。地雷军，这是杰里可在磁碟机上发布的一款棋盘类的捉迷藏游戏。游戏的规则有些类似国外的一款桌游《苏格兰场》，基本规则非常的简单，一群追逐者要在设定好的回合数内抓住一个逃跑者，如果超过回合数还没有抓到，逃跑者获胜。开始能调整本局游戏的规则，如设定追逐的人数、回合数等等。来到游戏的棋盘上，从逃跑者开始，每个角色轮流移动，棋盘上不同的方格有不同的效果。最基本的普通方格，在连接的道路上移动到相邻的一格，红色的是长距离方格，下回合移动到相邻的红色方格。来到有 W 字母加上数字编号的方格，可以进行传送，下回合传送到相同数字编号的方格。带有字母 P 的方格，作用是将方格周围的道路顺时针旋转90度，用这种方式打开新的道路或阻止对手。通过查看地图观察所在的位置，以便决定后续的行动。逃跑的人相比追赶者有额外的能力，如可以使用炸弹暂时破坏旁边的道路，同时他也有少数几次机会进行2次移动。另外在棋盘上还有地雷军，他会随机移动，数量随着回合数增加，一旦和地雷军相遇，他会爆炸，该角色错过下个回合。游戏里共有5张可选的地图，同时还有编辑模式，能对地图进行自定义和修改。这部作品算是杰里可对新类型的一次尝试。棋盘游戏的规则本身是成熟的，但电脑的 AI 设计的比较糟糕，很影响单人游玩的趣味性，比较适合多人聚会游戏。个人评价2星半。超级实战棒球，由 Web 公司发布的一款棒球游戏。之前介绍过这家公司的一款垃圾游戏《元祖西游记：美猴王的大冒险》。这款棒球游戏是红白机上首款拿到日本棒球联赛完整授权的作品。之前的棒球游戏虽然也用了真实的数据，但很多的名字都做了近似的替换，而本作从球队名、队徽和球员名都和现实中完全一致。可以单人游戏、双人对战或者观看电脑对战，没有联赛的模式。开始在12支球队中选择，然后安排首发阵容。操作上和之前的棒球游戏有个明显的差别，一些操作需要手动控制。在我方进攻时，击球手默认情况下是一个伸出球棒的放松姿态，要手动按 A 键将球棒收回到准备击球的位置，然后再正常击球。虽然麻烦了一点，但还算可以接受。但来到了我方防守的回合，投手先按 A 键准备，然后再按 A 键投出球，投球的高度由按住 A 键后松开的时机决定。如果被对方击球手将球打出去，我方的外野手要手动按 A 键接球，防守队员之间的传球也是如此，否则即使球到了跟前，防守队员也只会傻站在那里。投球和击球时，斜向下的视角对球的高度不好判断，击球手将球打出去之后，显示的视角更是一团糟，球速和人的动作也都很快，加上得手动控制，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方防守的回合相当难控制。这部棒球的作品除了真实球队和球员，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优点。比赛时的音效相当嘈杂，本作虽然整体上还没有达到不能玩的程度，但在红白机已经有了这么多棒球游戏可以选择的前提下，找不到玩这款游戏的理由。个人评价2颗星。空狼，或者翻译为飞狼 ，Acclaim 针对欧美市场发布的一款飞行射击游戏，根据当年著名的同名电视剧改编。应该有不少80后小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听到 BGM 肯定能让看过电视的朋友很快回忆起来。这里需要指出，由于有多个授权，改编的游戏之前也在不同平台有多部作品。这个 Acclaim 的 NES 版只在欧美地区发行。1988年底，在日本也发行了一款同名的授权游戏，发行方是九鱼贸易。它和本作是2款不同的游戏。本作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玩家驾驶一架直升机，装备的武器有机关枪和有限数量的导弹，在关卡内消灭众多敌方的战机，同时首要的目标是要解救人质，
还要摧毁敌方的机场塔楼。这两个目标在画面的下方地图上分别以一个小人和飞机的图案显示。当到达人质所在的位置时，画面变成测试图，要手动控制直升机降至地面，同时避开两侧的障碍。左上方显示的风向也会对降落产生影响。飞机模拟屏幕的左下方显示剩余的燃油。地图上的油桶图案表示基地，在这里可以加油并修复损伤。同样是测试图手动控制，将直升机降落在两堆燃料桶之间。在关卡内完成任务后，飞离地图区域的边缘即可过关。总共有20个关卡，每关的形式都差不多，只是后面的关卡要救的人质要多一些。游戏里除了几个过场片段，好像是花了些心思制作，整个的内容都充满了粗糙感，操作很差，敌人的密度很大，快速冲向地图上的目标完成任务，然后不停地按这个模式循环，相当的缺乏乐趣。个人评价1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不错，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